嗨嗨，欢迎收看我这一期越南富国岛的旅游 vlog。由于是早班机，所以打算去机场贵宾室小睡一下，然后吃个早餐再出发。感谢 Trip.com 赠送的贵宾室入场券，让我有这个机会见见世面。早餐的选择就没那么多，所以就随便吃吃吧。从吉隆坡飞去富国岛只需要1个小时50分。马来西亚入境富国岛是免签的，也不需要填任何的东西就可以直接入境。落地富国岛机场，先取钱当富婆。这个面额有太多个零了，每次让我在结账的时候脑子都会宕机。第一站就去吃了越南海鲜米粉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调，就麻烦店小哥帮我调了一下酱料。仔细一看，也不知道他给我加了多少匙的糖和盐。店面的环境很干净，很宽敞。这一碗的价格是9万越南盾，好像是虾没了，所以才给我多加了一片虾滑。小章鱼也挺新鲜的，这个虾滑味道还可以，不过我吃了2片就有点腻了。加酱料之前一定要尝一口原味的，因为它的汤底本身很鲜甜，加了酱料后会变得酸酸辣辣的。从中部出发去南部日落小镇的酒店寄存行李之后，就开始溜达溜达。手扶梯下来就可以直接看到亲吻桥，懒得走的话可以花钱坐观光车，但有点小贵。日落小镇真的很好拍，人不多还不用排队，每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拍照。过后就搭缆车去香岛乐园，我是提前在 KKday 买的门票。马币115块，里面包括了往返的缆车票、香岛乐园入门票，还有亲吻桥的门票。看到这一幕美景的时候，我又觉得人间值得了。可以从高空俯瞰蔚蓝的大海、朴素的渔村、翠绿的森林，此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风景如画。搭缆车的时候，记得选靠窗的位置。这个世界最长的跨海缆车，全程大约20分钟。香岛乐园有水上乐园，想玩水的记得带衣服过来。不想玩水的可以玩2个陆地设施，一个是旋转观景台，可以在高空360度观望整个香岛乐园。超级无敌的热。另一个是过山车，这个过山车失重感超强的，胆大的必须冲。由于天气太热了，我就决定搭缆车回日落小镇的酒店办理入住，然后休息一下。这次我选择的是公寓式的酒店，带大家浅浅 room tour 一下吧。反正我对这个房间非常的满意。这个房间虽然不大，但是一晚才马币136块，还能看到海景哦。就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吧。从房间走出来阳台，直接可以看到夕阳，晚上还可以看到烟花哎。小睡了一下，就赶紧去追日落了。去迟了，夕阳可是不等人的哦。亲吻桥上面人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没过去人挤人。最后选了一个角落欣赏日落，吹吹海风，听海浪的拍打声，在日落小镇看夕阳真的很惬意。这个建筑物就很有罗马的感觉。日落小镇真的随便拍都随便好看。此时此刻的我被 Grab 司机拒载了无数次。搭了10分钟的车，来到了这家餐厅，是有点大排档的感觉。开放式的厨房，代表他们不是预制菜。这家主打是卖海鲜的，然后要做好等超级久的心理准备。我就随便点了一份蟹肉炒饭，价格是16万越南盾。因为这餐厅耗时太久了，差点没来得及赶上晚上9点半的烟花秀。幸亏在最后1分钟赶上了，奔波了一整天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晚安。早安各位，一早醒来先面海思过一下，毕竟已经付费了海景房，我必须要物尽其用。强烈建议在日落小镇记得一定要选海景房，因为你睡醒将会得到这一幕的美景。今日份 OOTD，
一件蓝色格子连衣裙，搭配淡黄色的防晒衣。富国岛的紫外线真的很强，我去回来之后真的晒黑了，所以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哦。退房后就打车出发去中部的酒店寄存行李，没想到可以直接入住了。前台小姐姐还帮我提行李箱去房间，服务挺好的。这里有独立式的房型，我住的是楼上的单间，2晚马币242块，还包括早餐，也是挺便宜的。虽然步行出来就能抵达市区，但晚上有点暗，半夜屋顶还会有猫和小鸟的爪子声音。对住宿要求不高的话，可以考虑这一家哦。开始今日的行程。我的计划就是打包一下粤式法棍，然后带到 Win Wonders 里面吃。这里的选择也挺多的，有鸡肉、牛肉、虾肉，可以搭配不同的酱料和蔬菜。我点了一份 Honey Chicken 的口味，一份的价格是10万越南盾，差不多是马币15块。打包好就走出来搭富国岛的免费巴士去北部，可以提前下载这个 Win Bus APP 查看班次。经历了1个多小时的车程，终于到了传说中的越南版迪士尼 Win Wonders。入门票一张原本是151块马币，当时在 KKday 抢到了半价票，只需要76块，还挺幸运的。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吃我今天的第一餐了，里面有鸡肉、鸡蛋、蔬菜，虽然普通，但又有点不普通的感觉，反正我很喜欢就对了。吃饱就开始玩项目了，里面有几项湿身的项目，建议套雨衣再身哦。这么大的摩天轮根本没人，根本不用排队。车厢内空调很足，也很干净，在里面浅浅自拍一下。在里面可以看到整个乐园，恐高的人不建议上来哈。过后就去找大海龟去了，里面是一个大型的水族馆，下午2点的时候会有美人鱼表演，刚好让我赶上了。还有8块腹肌的美男鱼，这门票回本了。水族馆里面有空调，可以顺便在里面逛逛避暑一下。第一次看企鹅游泳哎。果然，什么物种的仔，小小的时候都是最可爱的。水族馆里面的隧道也是很漂亮，很好拍。有来富国岛的，可以安排1天过来这里看看哦。在乐园里面逛到将近4点，就打车去 Grand World。这里有着越南版威尼斯之称，还有满满的欧洲风情，让我一时怀疑自己不像是身处在越南。这里面都是伴手礼店、咖啡厅、按摩店、超市，就比较商业化一点。在这里逛了一下，就走到前面的巴士站，搭免费巴士回去中部咯。本来看今天好像没有夕阳，就不打算赶着去 Sunset Sanado 沙滩，然后想说来都来了，那就去看看吧。幸亏追到了最后的晚霞，紫红色的晚霞很漂亮。在这里拍拍照，打卡一下长腿大象、鱼儿秋千、烈脸雕塑。吹完海风就打车去网红店的 Home Pizza， 店里的游客超级多，需要排队一阵子。我点了隐藏菜单螃蟹意大利面，菜单上没有看到的话，可以直接找图片给服务员看。整体的分量很大，建议跟朋友 share 会比较好，因为吃多了会有点腻。借了隔壁的披萨来拍照，真的超级无敌大份。这个意面的口感呢，一开始吃还挺惊艳的，然后吃起来是会有一点辣，不能吃辣的慎点哦。一份意面加 lime juice， 消费29万越南盾。吃完过后，我就步行回去酒店休息啦。今天的行程就是睡到自然醒，再步行出去 King Kong Mart 逛逛。外面实在是太热了，我就躲在咖啡厅吹空调。这杯苹果菠萝冰茶还挺好喝的，简直就是大热天的救命饮料。
今天预约了5点去海边餐厅看日落。这家餐厅呢，可以通过 Instagram 或者 KKday 来预约海边的位置，需要付一个30万越南盾的定金。结账的时候可以作为代金券来使用。从中部打车去还是挺远的，大概25分钟左右。一路舟车劳顿，终于到了餐厅。虽然是预约的海边位置，但不是我理想中要的那个位置，就很可惜。可能是先到先得吧。在海边看日落，吃晚餐，吹吹海风，听听海浪声，也是一种浪漫。这个时间点的顾客会比较多，出餐呢会比较慢，所以就趁机好好享受这个黄昏时刻吧。喜欢海边、喜欢看日落的，来富国岛一定要安排来这里一趟，整体还是挺值得的。看到了绝美日落。今天又是被夕阳治愈的一天。温馨提醒：落日时段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。天色渐渐晚了，我的晚餐从天亮等到了天暗，终于轮到我了。点了一份韩式猪五花，还有一杯 lime juice。今晚的漂亮饭加上定金，总共消费39.1万越南盾。吹了一天的海风，也有点累了，就提早回去酒店休息，收拾行李。来到了最后一天，一早睡醒就直接退房去附近的 Meal Kitchen 吃早餐。据说这家餐厅的老板是韩国人，所以里面的菜单会有韩文，也有很多韩国游客。我也不知道要点些什么，就心想还没吃到越南春卷，就点一个试试吧。温馨建议，一个人千万不要点这个，那个分量大到我怀疑人生，大概是3个人的分量。我最后吃不完还打包带走了。店员会示范一次怎么包这个春卷，过后就自己操作咯。那个煎饼里面的内馅有豆芽、有虾子、有猪肉，我还挺喜欢这个味道的，好吃。这家餐厅分量大还不贵，可以过来试看看。吃完之后，我就到店门口的巴士站搭免费的巴士去机场了。富国岛的机场非常的小，出境过安检全程只用了5分钟。回去之前，把身上的全部现金花完，买了一杯越南奶茶。很快的4天3夜 solo trip 就这样结束啦！喜欢日落、喜欢海边的，有机会一定要来一趟富国岛哦！感谢观看我这一期的 vlog， 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点赞加关注哦！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